各位好，我叫长工，是一个生态摄影师。我从2002年开始接触这个生态摄影，尤其是以鸟类为主。那我摄影除了这个静态摄影以外啊，我也喜欢这个录像。当时跟着王贞吉老师啊，他是这个摄影大师啊，那我就学着跟他在一起，但是我就以录像为主。那我在外面在拍鸟的时候啊，很多人对我这个录影的这个设备啊非常感兴趣，每次都来问我啊，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想说，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个摄像的设备。因为如果说是要用这个专业的摄像机啊、摄影机啊，非常的贵，所以不是一般有兴趣的人可以玩得起的。那这个是我当时考虑的一个，这个品质还不错啊，然后价格又不会太贵的一个摄影的方式。这个就是接的那个望远镜，单筒的望远镜。这个望远镜啊，一般它都有两种，一种是直的，从后面看，一种是翘起来的啊，从上面看。我们一般直接看这个望远镜的话，大部分都是向下啊，头向下这样看，所以它是这个斜角。那我们如果要摄像的话，就要直的。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啊，就是你要成像它的这个主要这个是一个望远镜，然后后面接了一个录像机。这个录像机啊，就我们一般用的录像机，它的影像完全从这里进来，所以这个的好坏关系到你录影的品质非常的大。我这个是 Kowa 的，日本 Kowa 的，它是型号是884啊 ，TSN 884。它前面那个型号是774。我曾经看到人家用774录的影像，跟我这个884的影像比较，那差异相当的明显，非常明显。因为那个饱和度啊、色彩啊各方面差很多。所以你如果想要考虑用这种望远镜来拍鸟的话啊，这个镜头的大小，这个很重要。不能说我为了省钱，然后买一个很小的镜头，那你录下来的影像啊，后面要拿来用就效果就比较差了啊。这一个连接的设备，是我当时买这个望远镜的时候跟他订的啊，跟日本原厂订的。他在卖望远镜给你的时候，他可以同时帮你配这些。那这一些附带的这些支架要连接的这个10几年前呢是18000，这个是72000，10几年前啊，现在不晓得，现在不知道啊。那这一节也是这个配起来的啊，这配起来的。原来望远镜
是这样子的，这一节是接在这后面，直接这样看，直接这样看的啊。那这一节拿下来以后，用这个筒接上去。那这个成像的倍数啊，这个镜头是30倍，啊，这个是30倍，这个我们这个望远镜30倍，这个呢，这个如果是以这一台来讲的话，如果说是20倍吧，啊，这个30倍，这个两个加起来啊，我不晓得能不能这样算啊，但是呢，我们从它的成像来看哈，成像来看，我们用600的大炮啊，拍鸟，拍一个点，它很远，也许150、200米外面，那拍起来就是在影像里面，它只是一个小点，所占的面积非常的小啊，要放大才可以看得清楚。可是你同样的距离，你用这个拍，可以拍到充满整个画面。为什么？它这个，而且它这里有一小段的 zoom， 它不是定焦的，这个是定焦的，可是它可以变，那你不能缩太小，缩太小以后就会那个变成比较广一点的时候，会拍到旁边的黑的，这个黑的变成中间就一点这样，所以它只有一直往前，一直拉到它这个进来的这一个点啊，那个黑边不见了，从那里开始，然后拉到最底，这中间有一段距离，所以使用这个啊，也有一点 zoom 的那个效果啊。那这个拍起来，如果是在光线很好的情况之下，拍鸟是可以有这种数毛版的这样的效果啊。还有一个很好的使用这个机器啊，比我们用照相机还有优势的一点，就是说下雨天我们往往拍照光线不是那么够啊，可能效果会有一点点差异，因为它光的表现啊，我们那个相机拍起来，它如果那个光源不是那么亮的话，尤其是有点阴暗的时候，那拍起来的效果是不是很好。但是你用这个录影啊，这录起来的效果是非常的好，它很柔，那画面非常的柔和，然后又可以这个很清晰。它这个光从这里进来以后啊，录影它本来需要的光线，好像跟这个照相那个瞬间的光线啊，好像有一点点差异。所以我以前下雨天也是经常跑外面，而且这基本上我都架在车上啊，而且我主要是拍水鸟，早期主要是拍水鸟，黑面琵鹭还有其他的水鸟。那水鸟呢，一般我们都是在车上拍比较多，移动性比较好，除非说有定点的时候拿下来啊。那在车上的时候啊，这个拍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理想的。那这上面这个是什么东西呢？上面这个是我自己加的，这个是我自己加的，就是我们那个一个红点就让你，我们比方很多人使用这个大炮啊，也喜欢
也喜欢这样子，比较好找，要找鸟比较好找啊。这个它前面会显示一个红点，你那红点设定好，因为我们拍很远很远一个地方的一点，那你如果没有这个，你要寻找非常的困难，你要找到那个位置，要定在那里很难。那你有这个红点，你设定好跟你拍的地方啊，比方说一个距离啊几十米，你定在那里，然后它远一点的话，就是它有一个相对的位置，所以你可以很快可以找到那个你要拍的点啊，所以这个是很有必要的。这是我把它粘上去，那另外这个它本来是用小的锂电啊，小电池的啊，但是这个耗电很凶啊，你一块这个2032的那个电池放进去，然后1天、2天就没了，就没电了，就要再换了。所以我那时候就把它换成这个电池，非常省电啊。然后一头把它焊进去，另一头就拍的时候把它定在这里啊，夹在这里，然后它就会亮，然后就可以看到那个点。你不要的时候也拿开，这样就可以。好，今天主要就是介绍这个录像啊，这个除了专业级以外的，那现在这个录像也有很多那个类单那种照相摄影机啊。它也可以50倍、70倍，很长，也可以有很大的一个距离可以拍。那个使用起来怎么样哈？我是不是很清楚了哈？应该也是，但一定是要用脚架啊。那应该也是可以啊。这个呢，是我早期使用很长一个时间以后，觉得蛮不错的，所以跟大家介绍。还要补充一点啊。就是你如果要考虑这个望远镜的话，你要先有这个摄影机啊，因为你在定这个的时候，它会你要告诉他一个你这个摄影机的前面那个镜头的大小多少厘米啊，就是个镜头的大小。这样的话，它才可以做一个这个转接环，把这个镜头跟这个2个连起来啊。这样的话，如果说它接得很好，你到时候就不会漏光，然后不会偏了跑掉啊。所以这个很重要，你要先有一个你的镜头是多少，然后去定了以后，它接上来，这样才会比较完美一点。另外呢，这个望远镜它前面有一块可以拉出来的遮光罩。这个遮光罩的作用啊，就是挡住一些从旁边进来的光。这个有什么效果呢？如果是天气太阳不是很大，有点阴阴的，那个差异就不大。如果说现在很亮，外面很亮，太阳光很亮，这个遮光罩就要用。你如果不用的话，很多杂的光啊，旁边会折射进来啊，会影响你的成像品质啊。我们照相也是一样啊，这个录像也是一样。所以在光线很亮的地方啊，我以前常常看人家那个遮光罩，就把它反的套到里面去，就是不用遮光罩。那不用的话呢，如果光线强的时候，还是会有影响的，啊。
好，今天就到这里啊。如果你喜欢的话，欢迎您订阅、按赞，谢谢。